你記住，小菜睇個鼻，大菜睇對眼。唔係啩？睇對眼同個鼻就知道一個人嘅財運，準唔準啊？點睇啊？我話你知啦，扁鼻整好，鼻梁就高，個鼻就要有肉，咁就為之富貴相啦。咁對眼又點睇呢？對眼就代表精氣神，揾到錢咧就發光過，冇揾得錢咧就頭耷耷、眼濕濕，見到錢都唔敢執。古人教落有句識人術：小財看鼻，大財看眼。咁到底點樣可以通過睇一個人對眼同個鼻嚟判斷一個人嘅財運好唔好呢？今期一齊嚟睇下準唔準咯。先講下小財看鼻，有嘅時會叫做民婦看鼻。咁因為古時候嘅人將個鼻叫做財帛宮，係屬於五官嘅主財運。咁鼻喺五官裏面又屬土，正所謂土生金啊嘛，所以個鼻就係屬於主財運啦。咁點樣個鼻先至叫做好呢？鼻梁高挺，鼻頭圓潤有肉，咁樣就為之富貴相，先至有財運。古人經常話：山根如氣道，山根若隆起，一生不受窮。兩眼之間呢一個位置就為之山根啦。意思即係話鼻梁高挺嘅人，通常都係好有氣度嘅。嗱，李嘉誠個鼻夠晒高挺又圓潤啦，佢亦都係一個好有氣度嘅人。咁話說有一次宴會結束之後，李嘉誠唔覺意跌咗一蚊銀仔，佢想執翻，有個服務員爭住幫佢執，執起之後抹乾淨還翻俾佢。咁李嘉誠接過咗一蚊銀仔之後，然之後再俾咗100蚊嘅小費俾個服務員，多謝佢。啲人就覺得好奇怪啦，好唔抵啫，係咪？咁李嘉誠就話啦：我之所以會執翻1蚊，因為每1蚊都有佢嘅價值，而我俾100蚊多謝佢係出於我嘅心意，係基本禮貌。所以做人一定要大道大氣先至有大財。通常大道大氣嘅人唔計較得失，反而會積攢財氣。咁從性格方面嚟睇，擁有高挺鼻梁嘅人，通常意志係比較堅定嘅，認定一樣嘢就會全力以赴，唔容易受周圍嘅環境影響，又捱得苦，又積極向上，中意追逐明星地位，咁樣嘅人咪好容易成功咯。所以呢個鼻唔單止係主財運，仲有開端嘅意思。而古人講嘅小財看鼻，亦都係話俾我哋聽，想要發小財嘅話，就要打好基礎，積累經驗啦。但係古人認為，想要發大財都仲係要睇對眼嘅，對眼生得唔靚，唔好話大財，連小財都難求。喺古人嘅識人術裏面，對眼就係好重要嘅。咁古時候就有問貴看眼嘅講法。古人認為對眼就係監察官，代表嘅係一個人嘅精氣神。一個人有冇貴氣，睇對眼就知噶啦。所以晚清名臣亦都認為富貴在精神，意思即係話一個人精氣好唔好，睇對眼就知啦。如果對眼渾濁、暗淡無光、目光無神，兩眼閃閃縮縮嘅，唔使睇佢肯定冇運行。咁相反，佢眼仔碌碌、清澈明亮，對眼水汪汪咁嘅樣，眼珠黑白分明，即係代表佢有唔錯嘅偏財運。呢一個就係平時我哋講嘅眼裏有光嘅人啦，行步路都意氣風發、自信心爆棚啲嘅。咁從醫學角度去分析，一個人嘅眼神好，即係代表佢肝好、腎好、能量好，捱得苦，腦筋都靈活啲嘅。咁而另一方面，呢一個眼唔單止係指精氣神，仲係指眼光嘅眼。想事業更上一層樓，有眼光眼界好關鍵啦。因為有眼光嘅人先至可以實現大財富。咁當然啦，呢個眼光眼界又唔係話天生嘅，係要通過不斷去學習，提升自己嘅知識同埋思維，積累經驗而得嚟嘅眼光獨到。呢一個就係古人講嘅小財看鼻，大財看眼啦。咁至於面相呢家嘢，你又覺得準唔準，信唔信啊？古人對於相學係好推崇嘅，例如話呂公，佢對於相學就好有研究啦。喺佢第一次見到落魄嘅劉邦嘅時候，佢就已經睇得出劉邦係一個富貴相，日後必定係大富大貴之人。咁所以佢為咗跟住享福，不顧朋友妻子嘅反對，執意要將自己嘅女許配俾劉邦。結果點啊？劉邦建立漢朝，成為咗漢高祖咯。仲有一個古仔發生喺袁天罡身上嘅，木字加個正字，呢個字普通話讀耕，粵語讀江，袁天罡。罡字係古姓名，咁呢度作人名。袁天罡有一次見到一個剛學行嘅靚妹嘅時候，佢就斷定呢個靚妹龍童鳳頸，日後必定係大富大貴之人，一定係天下之主。
而呢個靚妹就係武則天啦。雖然呢啲只不過係傳說，以貌取人係不可取，但係相由心生都未嘗不可喎。面上呢家嘢準唔準就見仁見智啦吓。不過小財看鼻，大財看眼呢一句說話，亦都係話俾我哋聽，面對機遇要有敏銳嘅嗅覺，遇到困難依然眼淚有光，保持一個積極樂觀嘅精神面貌，相信好快可以收穫財富。所以話大財又好，小財又好，都係靠自己把握機會嘅，唔係靠面相。靠面相會發蛋，恐怕江山都會食崩啦，係咪？好啦，到最後又輪到你發揮，你認為點樣嘅係為之大富大貴之相呢？眼耳口鼻可以睇得出一個人嘅乜嘢呢？留言分享下，我哋評論區見，下一期再見。